这家公司的员工每天都要工作24小时，每当他们感觉快要累死时，就会被领导送进特制的电梯。随着电梯门一闭一合，女孩瞬间感觉自己精神抖擞，甚至连身上的衣服也焕然一新。而更让她匪夷所思的是，每当周五下班进入电梯后，就会突然跳跃到周一的上班时间。尽管从未享受过节假日，但她的身体竟一直没有垮，即便是连续工作1个月，却依旧感觉活力满满。自从进入了这家变态的公司，赫利曾尝试过无数次离开，可每当从走廊尽头推门出去，下一秒竟又被送回了原地。这天他终于忍不住询问上司马克，到底如何才能从公司离职。同事们听后都非常震惊，只因从来没人敢有辞职的想法。原来在入职公司前，所有员工都接受了大脑意识分离术，从此以后人格便被一分为二，一个在外面生活娱乐，另一个则负责在公司打工赚钱。2个人格虽然共用一副身体，可他们的记忆却彼此独立。由于现在赫利是工作人格，所以才会感觉自己从没下班过，而一旦辞职离开，工作人格就会被抹去，意味着现在的这个他将直接消失。起初赫利还有些犹豫，可很快他就忍受不了这里机械的工作和身边没有灵魂的同事，于是便毅然提交了离职申请。没想到第2天就收到了审批结果，这令马克有些难以置信，还从没见过谁的申请这么快就能得到批复的。赫利则非常兴奋，以为终于可以结束这样的生活，然而却万万没想到，他的辞职申请并没有通过，原因竟是自己的生活人格拒绝辞职。赫利听后整个人当场崩溃，直接便冲进了卫生间。马克见状有些担心，却不知他竟在里面密谋着什么。在等了整整1个小时后，害怕赫利发生意外，马克便直接推门冲了进去，只一眼就发现了对方的小动作。原来他认为公司没有将辞职申请交给自己的生活人格，想通过留言的方式向其传递信息。马克好心的劝说他，电梯里安装了先进的识别器，一旦被检测到带着文字离开公司，将会受到严酷的惩罚。然而赫利却并没有就此放弃，回到工位后又在便签上写下留言，趁没人注意将纸条折好放进笔筒，再撕下一节胶带将其密封起来，随即迅速起身前往茶水间，准备用水将笔筒送进肚里。不料身后再次响起了熟悉的声音，但马克却并没有当场拆穿他，只是说即便是身体里的文字，识别器也一样能够检测，届时公司就会使用一些特殊手段，强行将它们从体内取出。无奈之下，赫利只好把东西吐了出来。既然没法通过电梯的检测，那么只能想办法从别的地方传递。这天公司组织参观自己的博物馆，因为一些管理上的分歧，马克和上司发生了争吵。不料这时赫利又趁机跑了出去，他便赶紧在后面奋力追逐，然而还是慢了一步。只见赫利取下墙上的灭火器，接着就使劲砸开走廊的窗户，将写好的纸张和身子伸了出去，试图以此切换回生活人格并看到信息。眼看就要大功告成时，却被及时赶到的马克拉了回去。由于赫利的行为触犯了公司条例，随后他就被送到小黑屋里，接受一种恐怖的惩罚。主管让赫利把手放在桌上的模板里，然后坐在他对面打开了设备，只有念完眼前的这篇忏悔声明，他才能离开小黑屋。虽然心里很不情愿，但赫利还是敷衍地照着上面念了起来。 Forgive me for the harm I have caused this world. None may atone for my actions but me. 然而在念完结束后，图谱上的声线却监测到赫利并不是真心的忏悔，随即经理便要求他再重复一遍。 Forgive me for the harm I have caused this world. All I can be is sorry, and that is all I am. Again. Really? Again, please. 就这样赫利重复读了几百遍，却都依然没有通过。由于到了下班时间，主管还是将他送进了电梯。2秒过后，赫利再次回到公司，他需要继续朗读忏悔声明。这样的日子重复了整整3天，赫利的心理防线被彻底击溃，开始边哭边诚心的悔过。他的声泪俱下终于成功通过了监测。等回到办公室时，赫利几乎已经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，眼里充满斗志的光也从此消失。这天他在打印机下发现了一个裁纸机，脑海中瞬间便冒出一个可怕的想法。随后赫利一脚踹开领导的办公室，要求对方让他录一段辞职视频，交给外面的生活人格看，否则就直接切掉自己的4根手指。由于2种人格是共享身体的，一旦工作的他丢了几根手指，公司可没法向外面的人格交代。赫利的威胁终于取得成功，如愿的录下了想要辞职的意愿给外面的自己。很快他也收到了生活人格给他录下的回应视频，但里面的内容却让他大吃一惊。 I am a person. You are not. I make the decisions. You do not. And if you ever do anything to my fingers, know that I will keep you alive long enough to horribly regret that. 生活人格认为赫利只是自己的某种意识分离，根本就不算是一个独立的个人。听到这，赫利实在忍无可忍，于是决定给外面的自己一点教训。这天下班后，他在手上藏了一卷电线，接着又拿走了角落的垃圾桶，进入电梯扒开上面的顶板。没错，他决定吊死自己，而窒息的那份痛苦则交由生活人格来感受。他毫不犹豫地一脚踢翻垃圾桶。随着电梯的下降，人格开始切换。生活人格刚苏醒就发现自己被吊在半空，他拼命地挣扎，却没法发出一点求救声音。而公司为了防止员工的生活产生交集，每个人的下班时间都被错开了5分钟，也就意味着这段时间内赫利将孤立无援。接下来是上司马克的下班时间，可
可当他打开电梯门后，却被眼前的一幕当场吓傻。领导闻讯立马亲自赶过来解救贺利，看着他神色紧张的样子，似乎对方在外面有着不同寻常的身份。马克这边虽然也非常担心贺利的状况，但还是被推进了电梯强行下降。随着人格的成功切换，担忧的神情变成了无比淡定。生活人格的他根本不知道上面发生了什么，若无其事的和保安打了个招呼便转身回家。第二天马克再次来到公司，随着人格的切换，神情又立刻变得紧张起来。他非常担心贺利的安危，但此时的场景却发生了变化。领导告诉他贺利已经被送进了医院，虽然淤伤很严重，但好在没有生命危险。然而即便如此，贺利的生活人格却仍不同意离职。马克听后十分震惊，难道他就不怕再次出现意外吗？很快贺利就出院回到了公司，所有危险的物品全都被锁了起来。他也被安排了一份非常简单的工作，电脑屏幕上会有许多数字，当鼠标移动到上面时，他可以凭直觉判断它们的好坏，只需将自己感觉不好的数字删除即可完成任务。这天他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，有几个数字变得越来越大，仿佛下一秒就要飞出屏幕。贺利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全部删除，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他很好奇这些数字究竟代表了什么，便开始和身边的同事小胖讨论。由于对方从未见过外面的世界，因此在他的思想范畴中认为，现在的人类已经住到了大海深处，而他们排查杀死的这些数字，则是那些海洋中的垃圾。但贺利却闪过一个不好的念头，万一这些数字代表的是人呢？没想到当天晚上，工作人格的小胖竟在外面的世界苏醒了过来，领导竟在下班时间将他激活，要求他继续加班。原来小胖拿走了公司里一张非常重要的卡片，他必须马上说出那张卡片在哪。小胖这才想起那天参观别的部门时，出于好奇随手摸走了一张不起眼的纸片，主管认为是有人出钱让他这么做的，因此愿意多花10倍的价钱让他供出那个人的名字。而小胖则表示拿走卡片纯粹是好奇，东西被他放在了厕所第3个隔间的盖子后面。这时一个男孩大喊着爸爸扑了上来，小胖一脸懵逼，不知道自己竟然还有个儿子。主管见状立刻拨打了紧急电话，将小胖的人格切换了回来，随即便微笑着离开了这里。但自此以后，小胖就再也没法专心工作，整日幻想着自己外面的生活多么的幸福美好。为了安抚他的情绪，主管特意安排了一场派对，死气沉沉的办公室也首次迎来了欢乐的气氛。然而即便如此，小胖却仍不为所动。从电脑反光中看到主管在身边蹦跶，小胖直接站起身将他按倒在地，并大声地呵斥他说出自己儿子的名字。好在同事们及时上前，七手八脚的这才把两人拉开。主管起身后当即气愤地表示，不仅会将此事上报给高层领导，还下令取消了整个办公室的派对。待对方走后，小胖立刻告诉众人，原来他们的人格在外面世界也是可以被激活的，公司管这叫紧急加班。接着便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可如果想要见到儿子的话，他必须想办法再次启动紧急加班。 He's not your son, Dylan. He's your eldest son. That's bullshit. He's my son too. 这时贺利突然灵机一动，既然公司可以在外面世界将他们唤醒，那么只要找到唤醒的方法，他们自己也可以进行同样的操作。满脑子只有公司记忆的众人很快就达成一致，决定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。这时马克从兜里掏出一张安保部的门禁卡，他在今天早上刚上班就发现身上多了这么多东西，尽管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，但这无异于给他们的出逃提供了重要的帮助。趁着午休，两人悄悄来到安保室，这里有着整栋楼所有位置的监控信息。在一个角落，贺利发现了他们办公室几人的名字，这些装置应该就是控制他们人格切换的东西。通过查阅紧急加班手册，他们得知想要启动人格切换，公司里必须得留下一个人。小胖立刻想起当时经理拨打了电话，应该就是通知公司里的人控制开关。由于自己已经看过了外面的世界，小胖决定留在公司，把这次出逃的机会让给他们。很快来到了行动当天，众人紧张地等待着下班时间到来。这次计划一旦失败，自己的工作人格很有可能将被抹去，也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所有包括生命。马克恋恋不舍地看着贺利，可他却直接转身走进了电梯。但就在梯门关上的前一秒，对方还是冲回来稳住了他。 In case we don't come back. I don't know. In case we do. 马克也有些忧伤，不知道这次的离别会不会是永远。按计划，小胖留在了公司值班。在所有人离开后，他第一时间就赶去安保室。经过一阵复杂的操作，成功激活了装置。在按下按钮的一瞬间，3人的人格同时切换了过来。外面世界的老白是一个画家，但他每天都在创作一幅有些诡异的画作。而马克醒来后，竟发现和公司的领导在一起。他不明白对方为何会出现在自己身边，于是便谎称头晕，想去一趟卫生间。I think it's the other way. 马克奇怪的举动引起了领导的怀疑，现在他必须找到一个100%信得过的人才行。醒来的贺利发现身处在一家发布会，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穿得如此华丽，直到看见屏幕上的宣传海报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的真实身份竟是公司老总的女儿。之所以做人格分离术进入公司，就是为了今天的宣传活动，而要想在全国推行这种分离技术，还得让贺利这个亲历者上台发表演讲。这时一个女人告诉他，
一会儿到了台上之后，只需说将公司里的人格视为亲姐妹就行，观众们就喜欢听这个。四处晃悠的马克发现一个女人正在哄宝宝，通过她对自己的态度看出，似乎两人的关系非常亲密。他思考了一番，就试探性地问出一个问题 How's our baby? I'm going to assume you mean that in the it takes a village sense. And she's good. She's hungry. 说罢，女人便转身进入了房间喂奶。马克意识到对方原来是他的妹妹，看来自己的秘密可以全部告诉他。就在这时，领导却走了过来，询问马克为什么刚才两人拥抱时，他突然全身变得非常紧张。马克连忙解释说，或许是因为派对人多的缘故，接着便转身想要离开这里，不料却再次被对方叫住。Tell me more. I'm so sorry. I'm on uncle duty for my sister, so I'll be right back. Okay? Okay. Okay. Thanks, Miss Cobell. 听到这，领导当即脸色大变，因为科贝尔是他在公司里的假名。他立马意识到大事不妙，便赶紧联系了公司里的老黑，接着就马不停蹄地往发布会赶去。如果现在的赫利也是工作人格，那么可能要出大事。冲到发布会现场后，领导一把抓住赫利，确认了对方就是工作人格，他彻底绷不住了，便威胁赫利如果敢捣乱，将会抹掉他的工作人格，并让他的同事们接受最痛苦的折磨。然而即便如此，赫利走上台后，还是义无反顾地说出了公司最黑暗的真相。也许这次就是他此生仅有的机会。I'm an innie, and everything they told you about Severance is a lie. We're not happy. We're miserable. They torture us down there. We're prisoners. 就在这时，老黑冲进安保室，扑倒了小胖，将三人的人格再次切换回来。人生切割术第一季至此完结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部作品见。